2年后草帽一伙谁升级最快？路飞在德岛首开4档，到和之国觉醒5档，身价飙升到30亿。3次在蛋糕岛拿到了吉尔玛的战斗服，鬼岛决战直接觉醒血统因子，变成了全身铁块，真正的 man。也是在蛋糕岛，娜美拐走了00的宙斯，等到了鬼岛决战，宙斯已经和天后棒融为一体，成为娜美 SSS 级成物，移动充电宝。索隆则是一路砍瓜切菜，来到了主场和之国，秋水换成了邪气十足、潜力更大的炎魔。决战中更是彻底爆发爆蓝色，将拥有超强防御的劲斩落天际，实力一口气连越2击。可以说草帽一伙在这场与4皇的对决里都有不俗的表现，甚至连乔巴的蓝波球都升级到了30分钟的持久力，唯独那个男人除外，他就是乌索普，好像2年后都没有得到什么升级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。漫画1090话看完，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，将草帽一伙的下一站已经确认是巨人国阿尔巴夫，那么作为一伙中最期待这趟冒险的人，把巨人国当成自己第2故乡的乌索普会有什么表现呢？不妨来猜想一番。目前为止，乌索普的高光时刻还是在德雷斯罗萨2次绝杀沙滩，展现了一瞬间超远感知范围的见闻色霸气。然而在这之后的剧情里，乌索普就再也没有出彩的表现了。鬼岛决战中，前半段战斗被2头恐龙追着打，乌索普朝着佩吉万丢了一堆有的没的，场面很华丽，结果一点伤害都没有，全都白给，纯属刮痧。最后还是大妈出手，一招把佩吉万秒了。后来虽然助攻娜美解决了论题，但输出基本上也全都是宙斯和娜美打出来的。到了鬼岛决战后半段，乌索普直接化身救生员，抢救重伤的同伴，不小心被海贼们包围，还是靠着倚仗出手才能全身而退。无论是干部战还是小兵战，乌索普在鬼岛这场战斗中都没有什么值得说到的表现。尾田的刻意摆烂，凸显目前乌索普的能力局限。未来如果要面对像黑乌兹海贼团、音乐、方奥卡这样的顶级狙击手，靠耍宝是不可能过关的。乌索普既然最后的目标是勇敢的海上战士，那就急需在最终章里来一波加强。尾田也确实在这样干了。离开和之国后，草帽一伙就直接来到了贝加庞克的基地弹剑道。贝加庞克有许多厉害的发明，其中就有一把非常神奇的泡泡枪。这种泡泡使用了和海楼石相似的能量制造而成，可以限制恶魔果实能力者的力量，本身还可以当成盾牌，爆炸一类的攻击都无可奈何。莉莉丝当时拿出这把枪的时候，乌索普就表现得很感兴趣。对于一个还不会使用武装色的狙击手来说，泡泡枪可以有效补足短板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是一把枪啊，这对于狙击手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。虽然乌索普使用的武器是弹弓系列，但是这种发射泡泡的技术也许会被乌索普吸收，作为一项新的道具。下次再遇到庞克哈萨德那种情况时，再也不用傻傻的去发射海楼石手铐了。当然，泡泡枪也许只是个前菜，巨人国才是各种意义上的重头戏。我们在之前的分析里收集了目前漫画中的多数线索，认为阿尔巴夫岛屿中心的巨大阴影就是传说中的宝树亚当。按照弗兰奇当年的说法，这棵宝树所在的岛屿据说一直在发生战争。巧合的是，阿尔巴夫外号就是战争之地，人们在战争结束后依偎在宝树亚当之下，建立了新的城市和国家。而阿尔巴夫岛屿中心的巨大柱状物体就非常像巨大的树干，并且巨人国战士村大部分建筑都是木质小屋，工匠特别是木工在这里的戏份也很多。阿尔巴夫的巨人一族，无论是体型还是技术还是使用的材料，都非常接近海王类口中的能够修复诺亚的那一族人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阿尔巴夫和乌索普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首先就是乌索普的武器有可能得到宝树亚当的加持。2年后乌索普使用的弹弓黑兜，其形状酷似长脊大兜虫，是他在波音列岛修行期间的新发明。最大的特点即是像那些神奇的种子一样具备生长性，黑兜吸水后可以继续变大，提高远程射击的能力。目前已经展现了2种程度的变大，显然这种吸水成长的特性也是植物的特点。黑兜很可能也是波音列岛上那些神奇植物的一种，而亚当作为宝树，本质上也是一种植物，它的特点是极强的坚韧性，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。这种独特的性质也正好是制作弹弓一类的武器最需要的。可以想象，宝树亚当的特性加持在弹弓黑兜上，可以让乌索普的子弹在发射时拥有更加强劲的力道和速度，大大提升攻击的威力。那些过去无法破防的对手就有了应对手段了。不过，提升力量也仅仅是基于目前设定的猜想。宝树亚当作为世界上最强的树，也许还有我们不知道的设定。武田完全有可能给它增加更多有趣的元素，比如新巨兵海贼团厨师戈尔德巴古的盾牌就长了一张脸。这些阴影细节似乎并不是简单的图案，更像是大妈的霍米茨一样拥有灵魂。到底这面盾牌和混混果实有什么关系？还是说宝树亚当有未知的和灵魂有关的元素？这就很耐人寻味了。再来看乌索普的霸气，前面提到，自从德雷斯罗萨决战的危急时刻，乌索普觉醒见闻色后，后面的战斗中就再也没有使用过这股力量。索隆的霸气有鹰眼教导，路飞的霸气师傅更是遍及大海。乌索普其实现在很缺一个霸气师傅，或者说缺少一场历练，能让他真正掌握见闻色霸气。而阿尔巴夫是巨人族的故乡，可想而知巨人族之间的战争绝对都是超大型，随便一个对拼都是小型地震。
在这样的战场上，小小的人类狙击手要怎么战胜敌人？剑舞色霸气独特的观察和识破特性应该就是关键，能够在超远距离外识破这些庞然大物的弱点，并精准的用子弹击中他们的要害，也许就是乌索普下一个战斗高光。巨人族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强大的战斗招式，比如经典的霸国，就先后被四王大妈和凯多模仿学习。这种看似淳朴，实际上破坏力惊人的招式，几乎可以作为巨人族力量的象征。但是尾田从来没有表现过巨人族使用霸气会是什么样。也许巨人族对于霸气的运用方式与人类还有差异，这里面藏着的设定很可能就是乌索普继续升级的方向。最后就是乌索普的声望了。2年后的乌索普一直在往谐星的方向发展，成为目前新世界3大霸王色运气拥有者之一。德雷斯罗萨一战更是直接封神，尬的从此深入人心。有趣的是，这次封神也和巨人族未来之星海尔丁有关，就是海尔丁亲手把乌索普送上了神坛。根据目前最新的剧情，巨人族2位船长东利和布罗基已经回到了故乡，显然是海尔丁和他的新巨兵海贼团做的。那么草包浴火的事迹大概率也跟着2位船长的返乡传到了阿尔巴夫。乌索普在巨人族中的声望应该已经远远超越了其他草包浴火，而这份声望也许就是巨人国篇冒险的关键。前面剧情里似乎一直在暗示，巨人族目前处于分裂状态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度。比如海尔丁参加斗牛竞技场，是为了获得烧烧果实的力量来统一全巨人族。红发去了阿尔巴夫，招待他的地方是海边的酒馆，并没有进入岛屿中心，并且红发表现出不想在这座岛屿动手的意思。种种迹象表明，阿尔巴夫现在陷入了某种战争中，长期分裂的巨人族无法形成一股合力，进而无法帮助乔伊波伊修好巨船诺亚，世界的黎明就没法到来了。这应该就是路飞接下来的主线任务。而在巨人族中拥有巨大声望的乌索普，应该会在这次的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。等到整个阿尔巴夫冒险结束后，巨人族重新统一为强大的国度，乌索普将真正成为巨人族心中的 God。到时候全世界的巨人都会成为乌索普大神的迷弟，这股恐怖的号召力将会成为乌索普最强的力量，在未来那场巨大战争中成为乔伊波伊的重要援军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乌索普巨人国冒险的猜想啦，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。我是朱尔本，我们下期见啦。